玉骨遥英文版地图批注就非常有权力的游戏的感觉。六部的存在，差不多就是古代的分封制，六部藩王，明争暗斗，搅天下之大事，野心勃勃，蠢蠢欲动，最终石隐出山，以雷霆手腕镇压之。空桑太子神灵则是如日月之盛，春华之茂，受万民敬仰。石隐本无当帝王的心思，但是当国家危难，朝堂需要他的时候，他还是心怀黎民，出山扶大厦于将倾。玉骨遥这部剧最大的看点就是剧中没有神，石隐法术修为极高，年纪轻轻就已达至真之境，但是他依然要承担因果，经受属于他自己的劫难，没有任何因素可以避免，能够避免。石隐像普通凡人一样挣扎过，痛苦过，但是他依然非常坦然地接受了自己坎坷的命运，然后做出选择，并相信事在人为，人定胜天。他无怨无悔，身上有责任大义，有家国天下。石隐仙人之姿，不似凡人，不食人间烟火，却正直善良，危难关头会挺身而出，为民除害，具有侠气。这部剧值得细品，谁说古偶没有剧情和逻辑，没有高大利益的，玉骨遥来打脸了。并且肖战扮演的石隐，外表颜值长相不仅是古偶男主天花板级别之上的，而且他还有过硬演技，专业能力强，现场更是以原声台词直接收音，是一个内外兼修、才德兼备的实力派演员，很优秀。玉骨遥更新短短4天，剧情就已经过1/4，10集已经渐入佳境，已经点燃了观众们的追剧热情，越来越上头。开局埋的钩子，答案也开始慢慢解开，配角们循序渐进的入场，戏剧冲突也越来越多，石隐和朱颜两人之间的极限拉扯也越来越自然。很多网友发自真心的认为，和肖战这样的顶流合作真的还挺好，不会霸道的控制，因为自己是主角或一番就必须满足剧情占据最长的时长，占尽所有最佳人设，剧中的每个角色都有发挥空间。虽演同一部剧，但人物不会成为工具人，更不会强行降智，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存在，却又和主线人物无形中产生羁绊。虽然开播后任敏的颜值问题有一些节奏，但是任敏及时以自嘲化解，观众的关注点也慢慢回到剧情上。看完10集后，坚信石隐会情不自禁地爱上朱颜。他怎么会杀掉一个世人皆在唾弃他之时唯一祭奠他的人？他怎么会杀掉一个因一花之缘执着要复活自己的人？玉骨遥绝不是以往古偶强行的工业糖精，强行按头磕 CP。玉骨遥强势说明了一点，只有剧情不够的时候才需要 CP 来凑，剧情单薄立不住才需要转移到甜不甜、虐不虐、爽不爽的点上来炒，还有演技不够，颜值来凑。这部剧和我们之前看过的虐恋仙侠是有很大区别的。站在观众视角，不止我们知道朱颜就是石隐的命劫之人，石隐自己也确定了眼前的女孩就是自己的命劫之人，却下不了手杀她，他也努力避开这个命劫，被九夷山斯内普大司命耳提面命的提醒，防备任何一个石隐成年前初见的女子，不停地试探她，最终却把命劫推向了一心想要保护的人身边。戏剧冲突已拉满，相信后续的剧情会频出爆点。虽然观众对古偶这个题材历来宽容，以至于将标准放到主演颜值够就行，能看就行，但是却忽略了这么多年来古偶和仙侠越来越难出大爆款的原因是太依赖于模板化的剧情，宣传的重心全部放在演员对手的吻戏或传戏，甚至成为剧方宣传的爆点。然而回头看过往的古偶大爆剧，观众真的只是低级的喜欢吻戏吗？答案可以确定，并不是。玉骨遥得益于顶流肖战的流量大，关注度高，吃瓜群众只注重外表的热闹，以肖战的古装扮相和演技先扛起了一大半的口碑。开播仅4天，肖战自带的热度除了正常的社交平台宣发，作为主演肖战目前没有任何动作。看了一下短视频社交平台上点赞最高的视频，并不是所谓的 CP 向剧情，更不是吻戏的爆点，而是肖战在剧中石隐的出场方式，撑伞从天而降，点赞超过100万。难怪会让那些在古偶圈深耕的同期生都瑟瑟发抖。毕竟有网友喊话，让肖战多拍几部古偶，救救观众的眼睛，却也因此被踩爆了。吓得粉丝都说：“你们别怕，肖战只不在古偶。”在各个平台因为女主的颜值问题淹没的剧情下，
终于看到有官媒发推文推荐玉骨遥，也终于看到不再将这部剧强行的归为仙侠一类，给仙侠的定位打上了引号。正如官媒所说，玉骨遥虽是仙侠，有神官，有法术，却又处处流露着人性。石隐明知道朱颜是自己的命劫，是注定要杀死自己的人，但是他始终不能下手，因为他是有血有肉、善良正直、知恩感义之人，是会说谶语之事在远，而做人之德在前的高洁君子。这个人物塑造正映照了我们中国千百年传统文化中兰之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的君子之风。看懂的应该能懂，玉骨遥近年来少有的古偶中三观正、重逻辑、讲因果的剧，不强行说教，而将处世之学融入剧情中。肖战在剧中饰演的石隐一角，出生在极为复杂的权力中心，却因为母亲的教诲正直善良有原则。在仙侠中术法可信手拈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飞化放大招增加爽感，玉骨遥却在一直科普术法使用有代价。如官媒字字珠玑的科评中所说，玉骨遥没有几生几世变换的名字，没有几万年的恩怨纠缠，没有举手投足间灭族灭天地的神力与冷酷，有的只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那个名为朱颜的女孩是自己的死劫，却依然清醒的作为人，一步步含笑面对命运。这就是石隐。最喜欢的还是这6个字：仙为皮，侠为骨。玉骨遥剧情内何正是如此？玉骨遥作为一部仙侠古偶剧，真是打破了我们对以往仙侠古偶的常规认知。它打破了以往仙侠古偶架空虚幻的传统路径，故事讲述有很强的逻辑感。网友分析说，从剧情来看，石隐没有在喜欢朱颜不可自拔的时候才发现他是自己的命定灾星，而是事先就知道了这件事，可他还是没有办法的控制自己，一步步的沦陷。所以在预告里他才会说，你知道我在初见你之时，就注定有一天会死于你手吗？无计可施又甘愿沉沦的宿命感，又虐又吸引人。男女主的宿命感来自于2人的善念带来的结果。朱颜希望石隐复活，但是他的祭奠又给石隐带来了死结。石隐想治好母亲的病，但他的举动又加速了母亲的死亡，不得不让人感叹造化弄人，这就是命运。在仙侠剧的框架里，千年万年寿命稀松平常，上天入地更是家常便饭。玉骨遥还秉持着思维的逻辑感，没有因为它是古偶剧题材就瞎扯乱造，而是强调了事件的因果，这个很不容易。玉骨遥的剧情严谨合乎常理，有着仙侠剧里少见的合理性，从石隐死结的合理性到朱颜阴阳际会的合理性，男女主之间的纠缠环环相扣，不强行奇遇，这样的剧追起来就非常的有意思。历经3年时间才打磨出来的剧本，果然是经得起检验的。玉骨遥越看越上头，爆剧品相已现，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来看。